近日，在据美国国务新闻27号报道，F-35系列战斗机全部暂时停止生产之际，美国 USN News 的专家透露，大量装备 F-35战斗机的美军不仅不能提高作战能力，反而会变得更弱。F-35战斗机作为美国第5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在2015年 F-35B 正式服役后，便受到世界各国的追捧，国内需求加上海外订单，几年时间内超过3400架。从 F-35战斗机的评价以及海内外的订单需求 ，F-35战斗机从理论上讲，大量准备增加后将大大提高其作战能力。但事实却是，美国的专家认为，大量装备 F-35战斗机的美军反而会变得更弱，并称美军知道 F-35的缺陷，但仍然装备用大量 F-35替换 F-18。其实，据外媒报道，早在2020年中期，美国国防部就曾经因为 F-35战斗机的设计缺陷起诉过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要求赔偿。当时起诉的主要指控在于 F-35战斗机的大脑，负责监视每架 F-35战斗机各部分的健康状况的自动信息控制系统出现设计问题，未能按预期工作，最重要的大脑都出问题，这已经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问题了。但是没想到此后 F-35的自身问题就像开了凿的泉眼一样喷涌而出，即便美军再怎么为它辩解都藏不住。据美国政府问责局公布的数据情况， F-35战斗机存在着将近1000个零件缺陷，是的，你没听错，将近1000个问题，其中有111个被归为1级严重。其中最为严重的几个问题：一、机载惰性气体生成系统存在缺陷，无法在雷雨天出战，天气影响出战。虽然这项缺陷只存在于 F-35B 型号战斗机，但这一型号也是美国出口的各国的战斗机。二、F-35战斗机弹出式座椅设计受飞行员体重的影响，在弹出时，飞行员将面临轻则脖子骨折，重则失去生命的危险。三、F-35战斗机的迎角大于20度时，飞机变得非常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很可能会失去控制。当以30度着陆时，具有垂直起飞功能的 F-35B 战斗机发动机通常无法应付负荷，并且无法提供足够的推力来安全着陆。四、机身太弱，不能长时间超声波飞行，同时在高载荷的情况下，飞行时会破坏战斗机的天线、机壳和尾部。除了上述部分比较严重的问题， F-35战斗机还有携带弹药量不足，仅 F-18的一半， F-35A 型25毫米口径 GAU-22 加农炮系统的新问题，驾驶舱的氧气供应系统存在问题，空中加油系统可能中途停止。同时 F-35战斗机的缺陷将使海外客户们向美国和他的盟友交付高达2500架 F-35战斗机的金钱，来维护和完善自己手上的 F-35战斗机。俗话说，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但这一系列的问题，不得不说，就算 F-35战斗机本身再足够优秀，它也是一道大坑。除非谁能买回来研究透它的设计优点，并能学会，不然只会是一个血本无归的大坑。俄罗斯直升机公司签署了向中国供应俄制直升机的合同，其中包括68架米171直升机。据印度欧亚时报表示，根据中俄去年签署的增加北京火力的协议，中国将从俄罗斯接收总共121架直升机。根据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去年报告中的文件，2019年，俄罗斯直升机公司签署了向中国供应俄制直升机的合同，其中包括68架米171直升机、18架米171SH 直升机、14架配备 VK2500 发动机的米171直升机、21架安萨特直升机。米171直升机于1988年开始研究及制造，后于1991年投入生产，主要用于航空运输、客运和搜索及救援任务。该直升机长 20.17 米，高 4.76 米，空重7055公斤。其巡航速度为230公里一小时，最大速度为250公里一小时，可搭载20到26人。而米171SH 是米171的武装直升机型，又称米8 AMTSH， 在其机身两侧加上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武器等，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空中突击部队、运输货物、部队火力支援、空对空地面攻击以及运输医疗物资等。值得注意的是，安萨特是一款轻型多用途双发直升机，可在海拔高达3500米的高原地区零下45度至零上5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使用。它采用的是单旋翼带尾桨总体布局，机身结构为硬铝，最高速度为275公里一小时，巡航速度为250公里一小时，最大航程510公里，使用声线为5500米。自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致命冲突以来，中印实际控制线紧张局势一直在上升。尽管双方经过数轮会谈，但在完全脱离接触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不仅如此，印度军方甚至在即将到来的冬季进行潜在的战斗做准备。据公开报道，印度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士兵超过20万人，在所谓拉达克等多个地区部署了 T90 和 T72坦克。不过，我国解放军也部署了30吨的155型轻型坦克，可以向印度的 T90 和 T72坦克发射炮弹和反弹克制导导弹。除此之外，据《环球时报》援引印度防务新闻报道，印度将在中印边境地区新设47个哨所，由边境警察部队管理。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些日子印度军方边境保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这一系列事情都是按照印度早已计划好的。现在10月已进入尾声，即将迎来11月冬季。目前列城地区已经下了第一场雪，等到冬季真正到来的时候，该地区的温度可能会骤降至-35摄氏度。而印度那简陋的住宿条件是否能撑完这个冬天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军应该认清事实，早日放下其迷之自信，应与中方同方向而行。近日，我国官方网站上，中国海军山东舰舰长来义军为大家介绍首艘国产航母的最新情况，称山东舰的训练一直都是焦距实战，提升航母核心能力。继辽宁舰后，在2019年12月17日，我国海军正式接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后，中国海军正式宣布步入双航母时代。还记得当时首艘国产航母的下水以及交付，成为全网讨论关注点。结果刚成为网红没多久，003型航空母舰宣布开始制造，把全网大部分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不过即使被抢风头，山东舰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近日，据央视军事采访报道，在山东舰经过近10个月的训练后，中国海军山东舰舰长来义军为大家介绍首艘国产航母的最新情况，感受山东舰在训练中的出色表现。10个月以来的军事训练，山东舰一直适应实战需求，焦聚核心战斗力，通过不断加强战法的训练研究，扎实开展航空保障、损害管制、应急处置等训练，从严从难摔打部队，稳步提升航母核心能力。作为一款以争夺海战制空权和制海权为主的正统型舰队航母，山东舰在作战实力方面毋庸置疑。中国航母专家、海军退役少将李杰增称，山东舰作战能力远胜辽宁舰。既然是基于第一艘辽宁舰航母和前苏联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研究自行研发的国产航母，山东舰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苏系航母的特点，相同分舱理念，布局大同小异。大型作战平台的定位让山东舰比辽宁舰更加紧凑的舰桥，在经过重新设计飞行甲板和机库，可容量更大，避免第一艘航母的机控容量问题。在舰载机数量上相比，辽宁舰提升了50%。同时，从山东舰公布的图片中可以看出，甲板的改进设计疑似能起飞3架重载歼十5，大幅提高舰载机的出动频率以及战斗力，突出纯航母的功能，更适合舰载空军作战。据悉，在中国南部海域的紧张局势下，山东舰在9月份时便开始了自服役以来的首次南部海域战备巡航。山东舰与中国海军舰队组成的航母编队，在南部海域经过了近2个月来的紧密演习，以实战训练要求，在备战演习中相互磨合，多种战法的训练，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状况。现在山东舰目前已经圆满完成例行训练和海上试验，有效验证了舰上的武器装备性能。尽管山东舰在航母构造设计方面还需进一步改进，但以山东舰的设计与实力，它无疑是中国航母发展历史一个里程碑的进步。作为过渡转型阶段的航空母舰，山东舰在更多更高效的实战演习磨练下，成为我国线下抵御中国海上军事威胁必不可少的战斗力。